力主要原因正是在于此。他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获取自主力的正确做法。露露毕业于维尔斯利学院，获得了数学学位。毕业后，他的第一份工作在软件开发的职业阶梯上处于底端位置。他从事的是质量保证工作，即软件测试员的华丽说法。那么打个比方，你的工作就是把文本变成粗体，然后确认一下能不能运行。听完他解释的第一份工作，我这样问：夸张了，夸张了，他们可没我这么大的职责。他开了个玩笑回应我：职场竞争力，这不是什么很棒的工作，其实它甚至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。在这份工作上，露露可能很容易便陷入第一个自主力陷阱。你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无聊的工作之中，正是这个时候，你会觉得摆脱现状，不按常规的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很吸引人。然而，他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决定获得所需的职场资本来改善自己的处境。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：露露开始黑入运行公司软件的 Unix 系统。最后通过自己摸索，他编写了可以自行运行测试程序的脚本，从而节约了公司的时间和金钱。他的创新引起了公司注意，没几年他便被提升为资深 QA 工程师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露露已经积累了合理的职场资本，于是他决定看看这份资本能给他换来什么。为了从事无巨细都要管的上司手中夺回些自主权，他向公司要求每周工作30小时，这样他可以在塔夫茨大学读一个非全日制的哲学学位。我想申请更短的时间，但30小时是拿全薪的最低限制。他解释道，假如露露工作的第一年就提出这个要求，他的上司会哈哈一笑，然后可能给他一个每周工作0小时的安排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名资深工程师，并且负责公司的测试自动化工作，因此他们没法说不。在拿到学位后，露露离开了那家公司，并带着自己的 QA 自动化技能，加入了附近的一家创业公司。这家公司被一家大公司收购。我有一个很大的办公室，配备了3块显示器。他回忆说，每周办公室经理都会过来问要吃什么糖。你会告诉他你要什么糖，然后在办公桌上看到他们。我过得很快乐。几年后，该公司的母公司决定关闭波士顿的地区，因此露露她刚买了一套房子，决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。她重新投入人才市场，并且收到了好几份工作邀请，其中包括一家大型公司管理 QA 团队。这对露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升，更多的薪资、更大的权利以及更高的威望。职业发展的下一步就是炙手可热的执行副总裁。露露没有接受这份工作，而是接受了一个7人创业公司的邀请。这家公司是由她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位老朋友的男朋友创立的。他们抓住所有机会来吸引具备一定技能的人。我不太明白他们在做什么，也不确定他们自己搞清楚了没有，他对我说。然而，这正是吸引露露的地方，她可以接触全新的、没有详细规划好的事物，并且觉得很有意思，这符合她需要对自己的工作和内容方式拥有很大决定权的追求。2001年，这家公司被收购了，此时露露公司的首席软件开发工程师。然而，他开始对新东家的规定感到恼火，比如公司要求着装，以及他们坚持要求所有雇员必须按照朝9晚5工作。凭着自己的职场资本，他有底气去申请3个月的假期。在此期间，你将无法联系到我，他告诉他的新上司们。结果，这次休假还锻炼了他手下的员工，让他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工作。休假结束不久，露露辞了职。为了谋求更多的自主力，
他成为一名软件开发方面的自由职业者。此时他的技能已经到了如此宝贵的地步，以至于寻找客户根本不是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以承包人的身份工作也给了他极大的灵活性来完成工作。如果不想工作，他可以一次出去旅游3-4周。如果某个周五天气不错，他对我说，那么我就不工作了，去飞一会儿。他那时候取得了飞行执照，什么时间开始工作，什么时间结束工作都由他决定。那些天里，我很多时候会带着侄子或侄女一起玩。我去儿童博物馆和动物园的次数可能比这座城市其他的任何人都多。他回忆说，他们阻止不了我这样做，因为我只是个承包人。我采访露露的时候是在一个工作日下午，而且约个时间根本不是问题。稍等一下，我把网络电话关了，这样就没人能打扰我了。我刚到不久，他就这样对我说，假如他按照常规职业发展，成为了一位拥有股票、开着保时捷、忍着溃疡疼痛的副总裁，那么一时兴起空出一个下午来接受采访的决定，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而且拥有股票、开着保时捷、忍着溃疡疼痛的副总裁，可能远不如露露那般享受生活。谁会让你失控？露露的经历是一个正确获得自主力的案例。她的事业与瑞恩和萨拉的火红农场一样令人向往，因为她在工作中拥有对工作内容和方式上的自主力。还有一点与瑞恩和萨拉一样，那就是通过确保自己拥有获得自主权所需的职场资本。他的努力成功了，而其他的人失败了，例如一章里的简。然而，他这种经历有一个潜在危险，虽然露露在事业上满意的实现了自主，但在获取这份自由的过程中，他遇到阻力。几乎每次利用自己的职场资本来获取尽量多的自主力时，他就会遇到阻力。以他第一份工作为例，当他想用自己的价值来争取每周30小时的工作安排时，他的老板虽然没法说不，因为他一直给公司大大节省费用，但并不情愿这么做。对露露来说，他需要勇气来提出这个要求。同样，当他拒绝一次大的职业提升，转而接受一家7人创业公司的一个职称不清的职位时，他周围的人同样对此无法理解。你那时刚买一栋房子，我提醒他，拒绝一个钱多权重的职位而跑去一家不知名小公司工作，这可真是件大事。别人以为我傻了，他对我的说法表示赞同。在这家创业公司被收购后，离开他也同样很困难，露露不愿意细说，但言外之意就是他在这家公司的价值如此之高，以至于公司新东家想尽了各种手段让他留下。最后，他终于转向了自由职业，但这个过程本身也有它的困难之处。他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很想雇他为项目全职工作，但是他拒绝了。他们真的不想找一个承包人。他回忆说，但他们找不到其他人来做这种工作，所以最后只好同意。见得越多在事业上成功利用自主力的人，类似的故事也就听得越多。那些来自雇主、朋友以及家人的各种阻力。下面这个例子的主人公我叫他刘易斯，他在一个著名的综合整形外科项目里做住院医生，而这个项目可以称得上是最有竞争力的住院医师培训项目。做了3年之后，他开始对医院的官僚作风感到恼火。在和我喝咖啡见面时，他给我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，来说明当一名现代医生将遇到的挫折。有一次，我在急诊室接到了一位患者，这个人胸腔被切开了，因为他被人用刀刺到了心脏。在他被推进手术室的路上，我一边跟着轮床，一边用手给他按摩心脏。到了手术室一看，很显然
这个人需要输血，因为他的心脏上有个洞，血浆呢？我问技师。我们不能给你血浆，技师回答。你进来时没登记，别忘了我进门时我手里可攥着这个人的心脏。当时我心里想，你这不是逗我玩的吧？那位患者死在了手术室，虽然可能输了血也活不过来，但问题不在于，但问题在于正是这种泯灭自主权的经历消耗了刘易斯的牺牲。他渴望能在生活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，因此他做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。他请了2年假，离开了他的项目，然后创办了一家公司来开发在线医学教育工具。当被问起为什么要创办公司时，他描绘了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。在我这行，很多人纠结于一点，他们有很多想法，但却不知道如何把它们变为现实。按照他的设想，他会成为一名医生，但同时也会给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。公司会继续运转，而且不需要他每天照看。他在医学教育方面想出了一些点子，然后便会交给公司团队来实现。我让他举个例子，他说，比方说，我的想法是开发一款游戏来帮助医院的预科生学习某种新概念。我就会告诉我的公司团队说，给我实现这个想法。对于刘易斯来说，创造一些有用的东西会让他感到极大的满足，而这家公司会给他这个机会。与露露的经历类似，当刘易斯以足够的医学技能成功的招募到开公司的资金时，对于雇主来说，他的价值也就大到他们不想放他走的地步。他所在的综合整形外科项目已经有10年历史，而他在一个培训中要求暂时离开的人。他们一直问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，他回忆说这个转变来得并不容易。不过在我见到刘易斯时，他2年假期很快结束了。在这2年里，他的公司从一个概念发展为一家资金充沛的机构，并且推出一款很受欢迎的主打产品，一种帮助医学院学生备考的工具，而且还有1名全职员工来维持公司运作。这样他就可以回去继续完成实习。显然，刘易斯对自己的追求与众不同感到了高兴，但是这个决定来得不易。这是自主力嘲弄人的一方面。假如没人在乎你干什么，这说明你可能没有足够的职场资本来做有意义的工作。但是，正如露露和刘易斯经历的那样，一旦拥有了这种资本，你的价值就会变得足够大，以至于雇主会阻碍你争取自主力。这就是我所提出的第2个自主力陷阱。当你拥有足够的职场资本来获取职业生涯的合理控制时，那么对于你当前的雇主来说，这个时候你的价值已经足够大，以致要想方设法阻止你做出改变。第2个自主力陷阱，想要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增加自主力时，需要注意另一个警告。他所反馈的原则是，当你拥有足够的职场资本获取对职业生涯合理控制时，那么对于你当前雇主来说，这个时候你的价值已经足够大，以致要想方设法阻止你做出改变。职场竞争力，仔细一想，这第2个陷阱是说得通的。在事业上获取更多的自主力对你是有利的，但对你的雇主可能没有直接的好处。工作时间减为每周30小时，让露露可以从日趋压抑的工作环境中解脱出来。但是从雇主角度来说，这样做纯粹是损失生产力。换句话说，在大部分的工作中，你应当预料到雇主会反对你谋求更多自主力的举动。他们会用各种激励措施，试图说服你把职场资本重新投入到
你在他们公司的工作之中，从而得到更多的金钱和威望，而不是更多的自主力。而且这些做法让人很难抗拒。搞清楚勇气的最佳时机。在前面部分，我否定了勇气文化，我用这一术语来称呼逐渐增多的一类作者和网络评论家。他们提倡只要鼓起勇气，脱离预期的职业轨道，就能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。我认为这是勇气文化导致丽莎·福伊尔辞去公司的职位，转而追求一份前途黯淡的瑜伽事业。这种文化还大大催生了一群不怎么成功的生活方式设计师。鉴于第二个自主力陷阱，我需要改一改之前对勇气文化的轻视。勇气并非与打造你所热爱的工作无关。正如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那样，露露和刘易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，才能做到不受此陷阱的阻力影响。看来关键在于搞清楚什么时候才是鼓起勇气，做出职业决策的正确时机。时机选择正确，你会得到一份美好的职业；时机选择不正确，即过早谋求自主，从而陷入第一个自主力陷阱，则会带来灾难。因此，勇气文化的失误之处不在于它对勇气是个好东西根本肯定，而在于它严重低估了以有效方式来运用这种勇气的复杂性。假如你想出一个给自己事业注入很多自主力的主意，根据我前面的观点，这个想法值得你去关注，因为自主力很强大，可以给你职业生涯带来彻底的变化。我称之为理想工作的万能药。但是，我们再假设，当你动了这个念头时，周围的人开始反对，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由于两个自主力陷阱的存在，这个问题不好回答。职场竞争力，一种可能是你没有足够的职场资本来支持你谋求更多的自主力，你将陷入第一个自主力陷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应当听从反对意见，将你的想法束缚之高阁。但是与此同时，另一种可能是你拥有大量的职场资本，而且正是因为你的价值太大了，才产生了这种反对。你已经陷入了第二个自主力陷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应当忽视反对意见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。诚然，自主力的问题在于这两种情况感觉起来差不多，但是正确的做法各自不同。探求进行到这个阶段，关于自主力的案例我已经看得够多了，其中有的成功，有的失败。我很清楚这一问题的棘手性，在追求理想工作的过程中，它可能是我们最难逾越的障碍之一。很明显，勇气文化天真烂漫的口号太过粗糙，无法指导我们安然通过这一充满陷阱的地段。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细致的探索方法，来搞清楚自己到底面临了哪一种陷阱。接下来你将了解到，我是从一位创业家的习惯上找到了解决办法。他打破常规，按照自己的原则来生活，并将自己的做法提升到了艺术层面。